东南亚犯罪集团正在所谓的杀猪盘网络诈骗行动中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这种更复杂的手段可以提高诈骗的有效性，并将扩大受害者的范围。所谓的杀猪盘是网络诈骗的一种新方式，犯罪分子通常潜伏在约会应用程序和社交平台中，将浪漫爱情和赌博心理融入其作案手法。诈骗分子对受害者进行数天甚至数月的网络亲密接触，然后才收获诈骗果实。这一过程类似于将猪养肥以供屠宰。犯罪分子过去通常会使用详细的脚本来获得受害者的信任，而现在他们利用大语言模型 LLM 或聊天机器人，用不同语言向受害者发送消息，进一步扩大了影响范围。生成式人工智能还可以使对话更有说服力，并减少诈骗分子与多个受害者互动的工作量。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大家一定要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虽然 ChatGPT、Gemini 和 Copilot 等主要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都有防止其协助非法活动的护栏，但其他一些正在开发的大语言模型没有此类限制。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文本、图像、视频与翻译相结合，生成不重复的定制内容。它还可用于编写杀猪脚本，写出令人信服的网络钓鱼电子邮件，甚至提供如何从头开始进行诈骗的步骤说明。这也可能降低诈骗犯罪的门槛。然而，犯罪集团似乎还无法熟练地使用人工智能。骗子在给目标客户发送的 WhatsApp 消息中写道：非常感谢您的善意之言，我作为一个语言模型，没有像人类那样的感觉或情绪，我被创造出来提供有用和积极的答案，帮你人工智能的运作仍然需要人类协助。机器人偶尔会发送一些信息，可能表明他们无法与人类交流，尤其是在感受和情绪方面。就杀猪盘而言，目前的模型不太擅长描绘情绪和感受，而这又是此类骗局得以成功的关键。未来随着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受害者将很难识别他们正在与机器人进行通信。除了最新的聊天机器人，一些传统的人工智能技术，比如深度造假技术，近年来也迅速进步，以达到可以用较高的逼真度完成实时对话的水平。用户现在可以通过开源软件或付费方式轻松订阅实时换脸技术，一种仅改变对象脸部的深度造假技术。一家软件提供商在广告中宣称其人工智能实时换脸是精准聊天的必备。广告称，它解决了好看的真人模特难以招募和管理、成本高昂的问题。该软件还集成了语音克隆功能，对特定目标的模仿相似度可以达到 60% 至 95%。 另一家换脸软件提供商在柬埔寨提供7天24小时支持送货上门服务，并声称已在1000多个区域安装了其产品。该广告称，使用该系统只需要提供一张照片，可用于 WhatsApp、Messenger、Line 等社交平台上的视频通话。除了杀猪盘之外，犯罪分子还利用换脸技术实施其他类型的诈骗，例如冒充名人进行投资诈骗，以及冒充家人或警察来恐吓受害者付钱。它还可以用来逃避一些金融机构要求的基于视频的身份检查。一名诈骗者使用该技术冒充他与他的一位朋友进行 Skype 通话。他说，这位朋友告诉我，这看起来像我，但听起来不像我。大多数换脸应用程序都无法伪造实时声音。一位了解柬埔寨诈骗情况的消息人士向 ABC 表示，技术能力
计算能力和互联网带宽等往往限制了诈骗分子使用换脸技术。在许多情况下，聘请东欧模特更为实际。他说，尽管技术进步，镜头前的真人仍然看起来更合理。在缅甸，从事加密货币杀猪盘业务的 Sam 说，他的老板曾短暂尝试过人工智能，因为越南模特逃跑了。老板希望应用程序能够以数字方式改变团队中讲英语成员在视频通话中的外观，但没有足够的原照片来支撑应用程序运行。科技在进步，诈骗分子正利用 AI 技术精准围猎普通人。3月的时候，一名中国香港的职员在一场多人视频会议后被骗2亿港元。最后发现这场视频只有他自己是真人，其他人都是 AI 换脸冒充的。3秒的声音记录就可以复刻声音，社交平台上的照片和视频随时可能被人挪为他用。面容、声音不再由一人独享，真实和信任的围墙被逐渐打破。有人复刻了孩子的声音，谎称绑架，用来恐吓身处异地父母。有人准备了精密的熟人借钱剧本，借由 AI 换脸的技术增加可信度。而在另一端，无论事中还是事后，受害者难以摆脱恐惧、不安乃至多疑。2023年11月，江苏省苏州市襄城区的居民刘一宁就曾遭遇了一起 AI 配音诈骗。那天13点左右，民警接到报警，电话里，刘一宁慌张地表示自己的女儿在英国留学时遭遇绑架，绑匪在电话里威胁他，如果拿不出60万赎金，就要杀害他的女儿。通话中不时传来女儿被殴打的惨叫声，刘一宁确信女儿遭遇了绑架，立刻将银行卡里仅有的1万元转入了指定账户。挂断电话后，他越想越害怕，意识到还要59万元才能保证女儿的安全，于是拨通了报警电话。半小时后，民警到达现场。你的钱转给谁了？一个中国人，听口音好像是南方人。民警随后查看了刘一宁的转账记录，发现汇款失败，对方的账户显示不存在。此时可以确信，这是一起电信诈骗。可能嫌疑人之前涉过案，他还觉得这个银行卡能用，实际上已经被其他公安机关封掉了。刘一宁接到电话时，英国尚处夜半时分，与国内有8小时时差。在联系不到女儿的情况下，他完全相信了嫌疑人的恐吓。尽管民警不断安慰、解释，但刘一宁始终相信自己听到的就是熟悉的女儿的声音。接下来，刘一宁不停地联系女儿的老师和同学，直到1小时后，刘一宁才通过老师得知女儿的消息。听到刚睡醒的女儿亲口报平安，他才确信自己遭遇了 AI 配音诈骗。除了 AI 配音诈骗，还有欺骗性更强的 AI 视频诈骗。去年5月29日下午2点多，冯天正在家中浏览抖音，一位使用表哥真人头像的用户给他发来消息，让他添加自己的 QQ， 称有事和他说。冯天平时和表哥来往不多，此前他从未添加过表哥的微信和 QQ。 添加 QQ 好友后，表哥主动给冯天打了一通视频电话。视频里表哥正对摄像头，坐在办公室中，说话声音较轻。7秒后，还没等冯天听清，表哥便挂断了电话。我这边有点卡，打字说吧。表哥告诉冯天，自己要转一笔钱，但碍于领导身份，不方便以私人账户转款，想让朋友将钱先转到冯天账户上，再由他转到指定账户中。过了一会儿，
表哥将一份65万元的转款凭证发给冯天，并催促他转款。冯天没有怀疑凭证的真实性，但还是想看到到账通知后再转款。银行的信息不会错，表哥向冯天解释大额转账需要24小时才能到账，自己着急用钱，催促冯天垫付。冯天相信了这套说辞，于17点05分向表哥指定的账户转入30万元。36分钟后，表哥再次催促冯天将剩余的35万元也转入指定账户中。冯天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只好联系朋友借钱。期间他再次打开抖音，发现表哥的账号也被系统封禁。冯天这才意识到自己可能遭遇了诈骗，向表哥打电话确认后，冯天选择了报警。从冯天向商河县当地警方报案的那一刻起，一场猫鼠游戏便开始了。30万元被骗资金到账后，7名嫌疑人立刻分头行动，一批人到 ATM 机提取了2万元现金，另一批人到踩过点的金店，用剩余的28万元购买了黄金。此后，他们将大部分赃款转交给了上游的接头人。警方通过抖音和 QQ 确定了嫌疑人的位置在广东，并通过资金流向抓获了一名提供银行卡的嫌疑人。根据这一线索和当地的监控录像，警方锁定了其余嫌疑人，于第2、3次行动中将他们全部抓获。经审讯得知，该诈骗团伙由境外人员实施诈骗，7名嫌疑人负责在国内洗白赃款，并吸引成员入伙。目前，警方已追回被骗资金7万余元。案件的主要嫌疑人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与以往电信诈骗不同，AI 诈骗更强的真实性，利用了大众在确认身份信息时眼见为实、耳听为实的惯性思维。赵婷就没有冯天这么幸运了。在被骗走8万元后的第17天，1月22日，赵婷无意间打开抖音，屏幕上突然蹦出了那张熟悉的面孔。她点进主页一看，妈呀，就是那个人！骗子用 AI 换脸骗了她。她今年28岁，在北京从事媒体行业，此前从来没有想过在网络上找对象，家人也从不催婚。她只是爱看抖音上别人发布的相亲聊天截图和红娘博主的相亲评论区，觉得挺有意思的。2023年12月下旬，她偶然间看到红娘评论区里一则某位阿姨的留言：90年江苏人，身高180，国企上班，京房京户。看着对方儿子照片里的形象也不错，赵婷产生了兴趣，主动关注了对方并打了声招呼。赵婷很快就和阿姨的儿子沈成伟加上了微信。认识第2天，沈成伟就对她说：“这就是我想要的相亲状态。”我觉得我们还挺聊得来的。在微信上聊了2天之后，沈成伟以很少用微信为由，让赵婷下载了网易灵犀办公软件。赵婷用沈成伟发给她的账号和密码登录，此后都在这上面和他聊天。沈成伟一直很热情，常常向赵婷主动发送自己的照片和视频，有的是工作照片，有的是在奶茶店或餐厅里的自拍，有的是第3视角拍摄的他正在开车的视频，有的是他在浙江某景点滑雪的视频。聊了大约10天后，沈成伟告诉赵婷，他打算过完年装修房子，要按赵婷喜欢的风格来装修。赵婷显得有些不知所措。沈成伟回复道：“你是我的结婚对象，后面的大小事都要跟你商量着来。”有了结婚的承诺，
沈承伟接着提出带赵婷理财，攒着以后结婚，出去旅游用。赵婷说，现在想来，其实沈承伟一直在慢慢给他灌输有关理财的思想。早在他们认识的第2天，他就有意提到自己有个叔叔在证券公司工作，平时会教他理财，他的房贷也是靠理财还清的。最终，赵婷投资了8万元，包括自己的5万存款和3万网贷。在那期间，赵婷正好回湖北老家，和家人提及此事，其中一位堂姐立刻察觉不对劲，报了警。赵婷则向民警坚称自己没有被骗，是家里人多管闲事。报警当晚，和家人争吵过后，赵婷也有些害怕了。接下来的2天，沈承伟仍在劝说赵婷，把一笔还未到期的5万元定期存款从银行里取出来投资。赵婷这时候已经认定自己遭遇了杀猪盘，对方是骗子。赵婷赶回北京后，前往家附近派出所报案。他翻出骗子曾发给他的照片，问民警能不能用人脸识别技术把照片里的本人找出来。民警告诉他，除非确定他正在犯罪或是犯罪嫌疑人，否则不能随意使用人脸识别技术查某个人。下午，赵婷仍未揭穿骗子，继续和对方聊天，并提出见面的想法。对方立刻拨了视频通话过来，赵婷没做好心理准备，心里很害怕，接了2-3秒，截了2张图，便立刻挂掉了视频通话。他立刻返回派出所，把视频通话的截图拿给民警看，他们一看截图就说是假的， AI 的。等他在抖音上找到照片的原主人之后，才知道骗子发来的照片均是加工过的截图，只是裁剪去水印，用 AI 增强截图的清晰度和细节。其中一张，骗子还特地使用 AI 把博主身上的衬衫换了个颜色。而那次骗子拨打来的视频通话，也取自博主前一天发布在抖音上的视频动态。春节前，民警打电话来，告知赵婷经立案，但他对追回钱款几乎不抱希望了。他没有告诉家人自己究竟被骗了多少，也没有回家过年，每月还贷5500元，对他来说有点压力。于是正职之外，他又找了一份兼职，早上6点起床，晚上10点回家。譬如普通人缺乏法律意识，面对境外平台的违法犯罪，不知道如何提起诉讼。即便有充分证据证明对方侵权，当事人能够获得的赔偿通常较低，维权成本高。在处理网络空间中的证据时，如果当事人取证、保存方式不当、证据难以完善保存等等。此外，提供 AI 换脸软件的一方事后应当如何定责，也是一处难点。在 AI 诈骗的产业链中，上游不法分子完全可以以不知情来逃避法律制裁，相较国外，国内应用 AI 换脸的时间更晚。AI 换脸技术近2年才开始流行，却很快被用于违法犯罪。电话突然响起，接通后，对方开始向你推销房地产、培训班、流量套餐，你对这些不感兴趣，没说话，直接挂断了电话。恭喜你，成功躲过了一次潜在的信息采集。有时候接个骚扰电话，不会很长，可能就把你的声音录进去了，建模合成，就能创造出用于诈骗的声音。这时又有一通视频电话打入，屏幕那端是你的亲属、同学、朋友，看到熟悉的面孔，你毫无戒备，直到对方和你提到钱。只要谈到钱，就一定要提高警惕。AI 技术工程师、AI 反诈博主徐鑫说。
向对方确认身份时，聊的事情要足够隐私，不是你们在网上已经聊过的有痕迹的事情，这种信息也可能会被对方窃取，尽管技术有所更新，但冒充熟人实施精准诈骗的套路仍未改变。嫌疑人作案的电脑里有大量受害者的照片、工作单位等个人隐私信息，如果这时嫌疑人冒充上下级关系进行诈骗，同样令人防不胜防。例如冒充医疗机构的负责人，向药店店主借款，或冒充城建部门的领导，向施工单位的工作人员借款。受害者往往不会和领导核实，最终上当受骗。其实 AI 换脸在技术上有很大局限性，现在深度伪造还是趋向于平面伪造，可以让对方躺下、站起来、转圈，向不同范围大角度倾斜脸部，挤压五官，长时间闭眼，通过人脸形变判断图像真伪。即便不用于诈骗，使用 AI 生成换脸视频，也可能涉及民事侵权。与深度伪造的内容相同，传播引介深度伪造相关的技术，也需要慎之又慎。科技行业应该负责任地发展 AI， 然而，不论如何监管， AI 还没有像科幻小说描绘的那样拥有自我意识。犯罪的冤手依旧指向了操刀的人。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欢迎大家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